你信不信用 MACD 就可以抓到暴涨股？但很多人怎么用都是错的，别说暴涨拉升了，连盈利都很困难。炒股10年，不会真的就相信金叉就会涨，死叉就会跌的鬼话吧？研究半天才明白，只要上涨就一定会有金叉，但金叉后可不一定会上涨。所以阿哲决定将8种经典且有效的金叉交易法分享给你。第一期视频，我们学习了天鹅涨势，如何把握大跌后的抄底点。现在我们学习第2种金叉交易法——海底电缆。学会它将告诉你如何抓到短线暴涨，它也是 MACD 的一种屠龙术，市场中少有，而一旦出现，基本都是加速行情。如果你想学习更多关于 MACD 或是技术分析的课程，可以点赞订阅阿哲频道，每周解析美股行情，同时也会分享阿哲在市场中认为行之有效的交易技巧。因为天鹅涨势和海底电缆都是水下金叉交易法，所以阿哲用图谱呈现，让大家更好区分一些。天鹅涨势多为底部形态，需要配合价格结构，是股价在下跌探底之后抛盘穷尽之时呈现的底部状态，可理解为主力建仓区域，博弈的点大多是波段底部启动。而海底电缆一般出现在下跌末期或筑底过程中，股票在长期下跌后，主力进行较长时间的盘整吸货操作，博弈的点位大多是启动拉升，因为两者所处位置相似，有时底部区域会有可能出现2种买点共振。理想中，我们更希望通过海底电缆把握主力吸货后的拉升买点。有时你甚至会有1周账户翻倍的体验，这也是每一个散户所期望的，而这种机会说不定正在来临。为什么阿哲近来一直分享抄底技术？因为仅是纳斯达克就已经在19天内跌了 15%， 更别说其他股市了。而下跌常常就是聪明人捡到便宜筹码的好机会，这时候就考验你的抄底技术，你所掌握的技巧是否足以把握本轮下跌行情。而阿哲相信大多数人是不具备条件的。我们现在看到海底电缆的标准形态，再次明确一个前提，只有在水下，也就是零轴下发生的事件，我们才能去寻找是否为海底电缆。所以如果你观察的标的 MACD 快慢线一直处于零轴上方，说明它并不适合于去寻找海底电缆的交易点位。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海底电缆要求 MACD 双线要在零轴水下有超过1个月的时间，越久越好。如果只是短期进入水下，也同样不符合这个前提。现在看到第1个条件，我们依旧需要观察水下出现的金叉，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入场点。当能量柱由红转绿，说明 MACD 金叉了，这时候要注意，我们需要金叉后绿色能量柱呈现弱势的表现，也就是第2个条件， MACD 的快慢线粘合成了一条直线，也就是说数值上基本相等。而在能量柱的表现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图表中的能量柱就好像消失不见一般，这种状态就是资金进行盘整吸货的操作，持续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一般最短也最好是3天以上，最后需要等待资金吸货结束，一般图表上会表现出明显转强的 K 线，而 MACD 快慢双线也将再次分上，绿色能量柱快速增长，这种形态在股市中极少出现，所以阿哲认为它是屠龙术，同时也代表它的成功率会远高于一般的技术。一旦发现，不要错过。当然，视频结尾阿哲也会告诉大家一种海底电缆实战中较为容易把握的形态，市场中比较多见，但效果也不会太差。通过2期视频学习，我们至少学会了看到水下金叉，你别着急看多，常常只是反弹，包括这次金叉也是如此。但我们发现在这一次金叉后，绿柱表现弱势，股价下跌，而绿柱勉强维持，类似芝麻小点一般，到后续甚至在图表中都发现不了它消失了。
结合 MACD 在水下的时间超过了1个月。如果你学过海底电缆，看到这种 MACD 的表现，还会错过吗？答案肯定是不会的。激进的买点一般是出现明显绿柱买入，但阿哲观察过许多的案例，发现这种方式并不稳妥，很多时候买入的地方还会再遭遇长时间的盘整，严重些可能还会下跌再次出现。所以稳妥一些是等待价格图表出现强势上涨阳线， MACD 绿柱持续放大，这种点位才是不错的启动买点。同样以它的最低价格止损，我们看到后续出现了一次防守位上的回踩不破，而后正式启动拉升，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标准的海底电缆。反正要记住了，水下金叉关键在后续行情，而不是金叉本身。如果你的关注点只有金叉当天，那么 MACD 永远不能使你盈利。包括这一天，金叉当天就是高点，一买就套牢，非常精准。但看到后续几天有些不同寻常，能量就变得非常微小，有2天甚至是不见了。MACD 长时间在水下，而金叉后出现这种状况，那么就是有存在海底电缆的可能。在 MACD 短期盘整后出现了明显强势的阳线，下方 MACD 也明显扩上，所以这一天可以作为启动点。低点是防守位，后续回踩不破，是不是又是一波短线加速行情？有一点要注意，在回踩不破防守位时，这种 MACD 绿柱持续变长，而后又持续缩短的情况，是不是有些类似于上期视频我们说的天鹅展翅？那么绿柱当再次变长，这里它也是一个抄底点。当一个底部出现2种 MACD 它的金叉交易点，那么就属于买点共振，那么这种底部的构筑成功率也将大幅提升。最后阿哲再分享一个简化的海底电缆，弥补这个金叉交易点有时沦为屠龙术的尴尬局面。当然2个前提不能变，一个是必须是水下金叉，另一个它依旧需要 MACD 长时间在水下。在2个前提不变下，我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条件。其实图表中这个股票如果用海底电缆的标准条件，我们是应该放过的，但其实它也有机会把握，因为海底电缆最困难的是2线粘合非常少见，更别说是长时间的粘合。所以阿哲认为 MACD 双线它其实出现频繁的金叉和死叉，同样有一定的观察价值。配合价格层面的震荡，你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低位资金正仓洗盘的区间。而因为行情处于 MACD 频繁金叉死叉中，所以我们不能将绿柱出现作为买入条件，因为单纯的再次金叉不能表示资金完成吸货动作，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价格出现强势突破洗盘区间，下方绿柱明显放大，2线明显扩上，这一天才是我们要的启动点。而底部区间上沿以及启动 K 线低点都可以作为我们分批的防守位置。这就是海底电缆实战中的简化版本，效果不会降低太多，但出现的频率会有较大提升。MACD 第2种金叉买点，现在你学会了吗？如果有帮助到你，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哦。更多 MACD 使用技巧，我们下期再见。